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换脸工具的一个更新。这个 Face Fusion，它的最新版本呢是3.4.1。这个工具呢，那么好长时间没给大家更新过了，因为它这个后来更新的这些东西呢，这其实都不是太重要，所以一直没有搞。今天看了一下呢，也差不多了。它这里面加了一些新的模型进来，感觉还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新的版本。然后今天的这个包，那么就是21个 G 啊。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因为我把模型全部打包进来了。因为我上个版本发布的时候呢，我这个模型没有给大家带啊。本来是说大家自己下载，但是可能大家自己下起来比较困难啊，所以我这边就把所有的模型全部打包了啊，所以说有点大。这个呢，大家需要自己下载一下啊。下载完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这边有个启动程序啊，点一下，然后双击，稍微等一下啊，它这个速度嘛还是比较快的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到这边呢有一个界面，这个界面它自己就打开了。然后这个界面呢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，因为这个工具呢其实也出来时间很长了啊，所以咱们就不做太详细的介绍啊。我这边呢挑几个有意思的功能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演示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选图片啊，因为换脸的话肯定是2张图片嘛，需要一个圆，需要个目标，好，就用这个吧。这是圆和目标，选好之后呢，这个可以选你的这个输出路径，最终这个图片会放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们这边可以来选一下。好，其他其实就不用管了，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就行。我们说一下这边的模型，它这边给了个换脸模型，这个换脸模型是后面几个版本新加的模型啊，我试了一下不怎么好用，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使用之前的换脸模型，比如这个换脸模型用起来就很快，啊也不会出问题，这样就换过来了。它这个是比较模糊，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对画面呢进行高清处理，当然高清处理的话也需要选模型，大家使用这默认就可以了。但其他你可以试一下效果，基本上差不多，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差距。然后呢，这个选择这个你要执行的显卡，如果是 N 卡的话，其实我建议大家选这个 CUDA，这个就比较好用。中间这一项呢，说是给这个比较高端的显卡用的，但是我试了一下呢，可能不是太好用。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显卡不太高端啊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啊。综合感觉还是 CUDA 更好一些啊。如果大家没有 N 卡的话，那么就使用这个 CPU 这种模式。然后这个下面啊，就是线程计数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如果你显存不太大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改成1，这样运行起来不会卡。当然我这边就4就可以了，这个再根据你的显卡的情况来选。下面这些大家自己试一下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图片换脸啊，就基本就这样。我们来找个视频啊，视频这边的话，它的选项就更多一些。然后这个视频啊，这个预览模式我们可以改一下啊，把它改成这个中间这个，虽然这个小一些，还有一个对比，看起来方便一些。然后这些呢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啊。其实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去调整，也是这样。然后这个下面这些，比如说人脸选择器模式、多人脸、一张脸，或者是这个用参考人脸啊，这个就行了。这个大部分情况来说没必要改它啊，就保证这个就行了。然后人脸选择器的顺序，如果说上面脸比较多的话啊，那么这个你可以选择从左到右、从右到左、从下到上或者从上到下等等之类的。这个我们待会儿试一下吧。然后是性别，性别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有很多人脸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指定只换男的或者只换女的，这根据你的实际需求去选。然后种族这个也是实际需求去选，这边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去改它的，全部默认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就行了。这个视频就开始处理了，这个视频处理的话需要一点点时间，大家看，跑起来还是比较快的。至于显存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是7G。好，这个我们稍等一下啊。好，可以了啊，出来了，还是比较快的。那么我们来放一下啊。啊，这个就换脸效果啊，这个效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假如大家想调整一些换脸的一些效果的话，那么这边这些啊都是可以调整的，你自己拖一下看一下效果就行了，都比较明显，这个咱们就不说了。然后就是看一下多人脸，多人脸的话，我们来找一张多人脸。好，比方说这里面呢有5张人脸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呢它会自动检测这个所有的人脸，那你想换哪一个呢，你就点哪一个就行了。比如说我们换这个，它中间的，大家看这边就换过来了，是吧？非常的快啊。这个应该是哪个？这个是吧？啊，这个就换了。
所以这个多人脸也是比较简单的啊，就大家自己选就行了。这多人脸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些选项，这些功能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我们现在都关掉它。然后呢，我们比方说点这个，可以先把这个取消掉啊。这个，好，这个，然后点一下。那么它呢，应该是时间比较长，是需要等一下，而且有时候可能等也没用，这边直接就卡住了。那么你重新开一下就行了。这个关掉。然后呢，我们选个目标，这个是对人脸年龄的一个处理。我们找一个这个吧。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呢，把它放到目标这个地方，然后你不要放到圆这个地方，放到圆这个地方可能不起作用，放到下面。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变它的年龄。比如这边有个年龄的编辑方向，我们让它变老，对吧？看起来不是太老。然后呢，把它变小，这变小效果还可以，对吧？它变得非常的可爱，它年龄是偏小的。它这个效果就这样啊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，这个玩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。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啊，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有人脸编辑，人脸编辑的话，大家看到非常多的选项，眉毛啦、眼睛啦等等之类的，这个是我们其他工具里面都有的啊。好，把这个取消掉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对这个人的这个面部啊进行一个编辑。那比方说我们随便选一个啊，眉毛的方向，我选一个比较明显一些的，这个面部啊，嘴巴，改一下嘴，好，变成这样了是吧？然后眼睛的张开率，这个眼睛对吧？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啥？反正东西挺多的啊，可以嘟嘴，可以撅嘴，好吧？这个有点怪了，嘟嘴。来，大家自己试吧啊！这玩意儿呢，还是比较好玩的，就是你对一个图片呢可以随意去修改嘛，基本上就这样啊。然后剩下这些功能其实都差不多，大家可以去选中啊。选中之后呢，这边下面紧跟着就会有相应的选项出来啊。选项出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，对吧？随便改，随便拖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直观的效果。所以这个呢，咱们就不去再做详细的演示了，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处理。我们今天内容基本就这些啊。大家对新版本有需求的呢，可以下载一下。这个新版本的话，确实也更新了一些内容，模型这边呢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。如果想使用的更流畅的话，还是有必要去更新一下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拜拜。